我是你直属学姐啊，学姐你好，这是我们迎新茶会邀请函，一定要来哦。哦，好啊。学校还习惯吧？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目前都还好。课选好了吗？大部分都选好了，只是有一些课我还不是很了解。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啊。好啊，谢谢。学姐，现在第一个礼拜啊，选课还可以加退选。我想请问一下，有一个老师叫那个林哲旭老师，选他的课好吗？别，千万不要选林老师的课，因为林老师很严格，他的课很难过哎。是哦，可是我听说，如果上他的课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哎。学妹，学到多学到少根本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可不可以 pass。所以呢，我建议你可以选张朝成老师的课，因为他都不点名的，非常好混。哦，这样好吗？哎呀，思涵，大学 University 呢，就是任由你玩4年，唯一有1个学分是必修的。啊？什么学分？恋爱学分。哦，你没听过大1教，大2笑，大3拉警报，大4没人要，大1外销，大2内销，大3直销，大4就报销。被你讲到大4很悲剧哎，你干嘛？你不要笑，我很认真的。这是呢，你刚进大学最有行情的黄金时期，要好好把握。哎呦，我哪知道怎么好好把握啊？看我的。哎，你这甜不辣烤太焦了啦！哎，没关系啊，本来就可以吃。这个应该熟了吧？我吃看看。哦，可以吗？好 OK，可是我觉得不够辣哎，加一点辣好了。你要吃辣吧 ？OK 啊。啊！拉水冲！哦，这样可以吃水。好像哦。婷婷，肉烤有没有？哎呦，陈翔大少爷来了，赶快来啦！等你很久嘞，快点，等你超久了，我的妈！很饿哎。都快点吃啦，自己挑。那我随便拿哦。学长，刚刚那个不好意思哦。什么不好意思？就你刚刚睡好了，没关系了，反正经过这次的特训之后，我就变吃辣高手了。哦。哪个？这个我超喜欢的《幸福长颈鹿》，学长你也喜欢吗？对啊，很可爱啊。我之前为了收集贴纸，我还连夜去排队哎。你说一组5款的那个吗？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这里有一张啊。一模一样的，这好可爱哦，我好喜欢。长得像牛一样。谁想好好照顾学妹哦。我先走啊，你在前面等我。那，
学长，如果你不顺路的话，我自己回家也可以。没关系，上来吧。放这里比较安全。欢迎家庭大师洪英正老师。好，我们看完主题剧了哈。那在主题剧里面，我们看到好像有很多的活动啊，都是跟你们以前一样啊。哦，真的吗？我们都骑那个低梯的，我们一起啊，当然就往上抱，而且会滑下来，所以一定要抱我们。我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是。好啊，那我来问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好不好？觉得像我们的2位主角啊，你觉得他们中间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所谓的爱情的情愫的一种发生发动了？可以感同身受啊！哦，这样子你这样光看就可以感同身受。因为当我有车的时候，对我第一个就是载我女朋友，也是屁股翘翘那一种。没有，就是没有，觉得哇，载她，我想说她一定要抱我。我今天想就是看了，在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还没交往之前，就看了很多那种路上那种，就是好，他们感觉像很开心这样，了解，很兴奋。然后结果想说，当下他在抱着我的时候，就哇，太幸福了。看完这个剧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就像我爸爸说的一样，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老梗，对，没什么变。那2号好朋友您呢？就是有点纯欣赏吧，就觉得这男的很帅啊什么的。对啊。所以你还不一定给他一个爱情的这个标签，对，这个就是爱情，不一定。对，就是感觉只是纯的欣赏。那我们家长好朋友呢？你们觉得怎么样？也算这个算爱情吗？就您的观察来看，我觉得那个是开始的阶段，对，但是男性就很满足，被需要，这样子很满足。那您也是这样认为吗？我觉得大家都很享受这种阶段，这种阶段就是很暧昧的时间，是情窦初开，对，好像长出一个苗跟来这样子，对，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啊？好啊，不过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其实呢，陈翔跟思涵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这种人际互动，就是一定要去澄清或者要很清楚的，他到底是爱呢还是喜欢？like 还是 love， 因为这2个呢，其实发展下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在心理学家的研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啊。差不多从1970年代以后，慢慢的更多人去讨论它啊，因为我们发现呢，其实呢，像我们引用一个学者他的看法，他说呢，其实喜欢是一种感觉啊，也是一种欣赏啊。你刚刚提到的哈，有时候当我们有正面的一种态度，或者对这个人有一个正面的评价，那不是爱哦，他很棒，对不对？哦，他实在是能力很好，哦，他很行，那这个其实只是 like， 对 ，love 不一样啊 ，love 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我想给他东西，我想让他更好，所以这里面充满的是关怀，对不对？充满的是一种好像眷恋、依附、信任，对不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好好的去查验分辨啊。所以喜欢，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它不是爱。因为你看喜欢呢，他提到的就是正面的评价啊，然后呢信任相似。各位在这个主题剧里面有没有看到他们2个很多相似点，对不对啊？就是说安全帽喜欢的图像，居然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2个人在生活的很多的这种兴趣上，如果有共通点，有时候我们好像忽然间心灵的距离就什么就拉近了啊。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天造一对，地设一双，其实不然，它其实就只是like啊，它跟我们一般的同性别的友谊关系其实是一样的哈。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下一页，就是说，那到底真正的爱情呢？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看 Sternberg 这个学者啊，那么他所1986年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爱情3元素。原来爱情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是从第一个是从所谓的亲密开始啊。这个亲密隐含的是什么？亲密隐含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心有灵犀啊，然后彼此之间完全的能够交流。然后随时随地呢纪念着对方，所以你想一想，爸爸妈妈对儿女之间有没有亲密之情？也有，对不对？孩子譬如说，下课了，怎么已经过了1个小时还没进门？
你看这时候就会眷恋着他，对不对啊？那以前有一句话说婚姻梦牵，有没有啊？说这个好像我们说一日不见怎么样，如隔三秋，这就是亲密感，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会纪念一个人的时候，那就是亲密啊。那随着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发展呢，其实有一个东西就会跑上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5号好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特别是我们家长，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因为接着马上一个东西就会跑上来，那个叫什么？那叫激情，叫 passion 啊。各位晓得激情呢，它是很生物性的哈，它是荷尔蒙的哈，它是很自然。当我们来到青春期，对不对啊？我们的整个性生理的一个发展，它就会发动，对不对啊？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异性，我们就会想一亲芳泽，控制不了啊。我觉得您刚刚的分享很好，爸爸妈妈会提醒你说，不要一下就好像带回家，要有一个过程，对不对啊？因为有时候当我们一男一女，我们独处一室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东西那个激情就像什么？就像野兽一样，就像 monster 一样，它就会跑上来。最后一个呢是什么？是最重要，但是又是最难的，因为它最后才慢慢发生，对不对？像我们谈到承诺，各位，我们什么时候才确定说，我们彼此之间有承诺？不可能一开始吧？对吧？有时候我跟你承诺，那谁晓得这个承诺到底算不算数呢？对不对？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叫事久见什么？人心，路遥知马力，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呢，一定要经过磨练，经过考验，是不是啊？所以像3号好朋友，你现在应该可以很清楚知道，爸爸对这个家有承诺感，对不对啊？因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了，所以呢，承诺呢是最后才慢慢怎么发生出来的，是需要时间去观察的。可是呢，我们今天比较很可惜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啊，这一条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亲密，它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呢，慢慢的就是缓步的成长。但是呢，有一个很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这一条拉得很快的这一条线叫热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激情啊。它虽然呢发动比较慢，可是呢它成长得很快，对不对？它后来居上。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当你对一个人呢，好像你跟他的熟悉度，你对他的那一种所谓的眷恋，你跟他要好的程度还没那么高的时候，可是呢，因为包括大家互相在交往啊，会出去玩啊，或者有机会独处一室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激情很可能一下就拉上来了。一拉上来以后呢，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能没有预备好，我们也没有那一种负责的能力，我们也不晓得说，当有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承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激情，它也就是热爱，它拉上来以后所带来的一个风险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青少年朋友呢，我们必须要给他这一方面的提醒。那爱情是一生之久的哈，在婚姻当中仍然有爱情。我想我们最后呢，我们要请好朋友来看一个啊，那给我们亲子双方都可以一起来使用哈。那我觉得一个就是说，当然毫无疑问呢，我们要什么？要 safe， 对不对啊？感情这一条路啊，其实还是很多很多可怕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啊。那我想所谓的情杀事件也是此起彼落啊，所以无论如何啊，我们要安全，对不对啊？那其次就是多想一想，对不对啊？我们好朋友这个有些时候呢，不要一下子呢，马上就好像被冲昏头了，是吧？其实像思涵跟陈翔这一个主题剧里面，他们的那种感情到底是喜欢呢，还是爱情？要多想一想。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什么？要揭露啊，能够跟家人，对不对？多分享一下，跟朋友分享你还有一群狗头军师嘛，连那个孩子女生的一些坏习惯可能都讲出来啊。那最后一个呢，我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什么？参与，对不对啊？我觉得爱情的功课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功课。那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就可以好像自己把它完全学好的功课啊。所以我们很盼望呢，就是说，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啊？尤其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师长或者是跟我们一些比较成熟的同才我们一起交换意见，其实对我们的爱情的发展会非常的有帮助啊。